他不就是个临时保安吗？放肆！你知道自己侮辱的是谁吗？拖下去，该赔的赔，该查的查。大唐国际的门，不养仗势欺人的狗。唐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。行了，走吧。我说过，别来找我。唐先生，集团出事了，环球财团突然狙击大唐国际核心产业，华国分部内外动荡，董事会已经压不住了。要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有人借环球财团的名义，要逼大唐国际交出控制权。环球财团也是我当年一手扶起来的，这点小事也要找我，我早就隐退了。可您才是大唐国际的创始人，您一句话比我们所有公告都管用。只要您回归，局面立刻就能稳住。名利场的风浪，我不想再沾。现在我只想把娇娇平平安安送出嫁。唐小姐，当年那个被您从病房抱回来的小姑娘，她父母早亡，又重病缠身，我把她领回家，穷是穷了些，可一直当亲女儿养。明天她订婚，我这个当爹的总要替她把路铺稳。可刚才电话里，她好像……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难处，生意的事儿先放一边。大家都在等您，唐先生若改变主意，一心随叫随到。我意已决，你回去。老唐，快来北门，郭家的车到了，我这边走不开，你帮我顶一下。郭家，娇娇的婆家。唐小姐，这门不是这么关的。没见过世面的样，别乱碰，拉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妈，对不起。别叫得这么亲。明天订婚宴之前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你无父无母，出身干净，敢让穷亲戚冒出来，郭家的门你一步都别想进。我明白。燕儿马上入职大唐国际，郭家以后只会更上一层楼。你能嫁进来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别不识抬举。是。老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换上，帮我顶个班。行。哎，娇娇，娇娇，你认识？不认识，可能是叫别人吧。咱走吧，妈，您不是赶时间吗？怎么净招些乡下人当保安，衣衫不整，大吼大叫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老唐，干什么呢？那可是业主。什么业主？那是我女儿。你看错了吧？能住这儿的都是大唐国际的员工，非富即贵。你女儿怎么可能？算了，你先去吧。那我走了哈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娇娇不是在公司吗？怎么还躲着我？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不行，我必须确定她的安全。这装修也太豪华吧！咱郭家什么档次？婚房当然要安排最好的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别乱碰！你要不是抱上咱郭家，就跟那帮看大门的下等人一样，全家打10辈子工都住不上。娇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国燕，你这是 ？Baby, come on！ 简直是胡闹，还不得出去！走走走。娇娇，你听我解释。国燕，这可是咱的婚房，你怎么能吵什么吵？怎么，这还没结婚呢就要闹性子？咱郭家可容不下作精。哎呀妈，怪我没提前打招呼。娇娇有情绪也正常。娇娇，你别误会，我这不是为入职大唐国际做准备吗？请了个私人外教学外语呢。学外语还要脱衣服？这不天气热吗？先不说这个了，来，瞧瞧，房产证不对，这上面怎么写的我名字啊？还有彩礼，我爸说了6000万，外加6间店面。
等咱办完订婚宴，我再把你内推进大唐国际，从此万人之上，平步青云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大可以不嫁呀。以我儿子的条件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？真以为你自己是什么稀罕宝贝？不过就是个一穷二白的便宜货。哎呀妈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就行。记住了，你能绑上咱郭家，是你上辈子修得福分。要是不安分，休了你也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还是重回底层讨生活，你自己掂量。我知道了妈。不说这个了，宝贝。后天订婚宴，我这边的宾客都通知完了，你那儿有没有要请的人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那天到场的宾客可都是身份显赫的大人物，你要是请来一帮下等贱民，咱可丢不起那人。娇娇不是孤儿吗？就算有山里的穷亲戚，也早都不来往了，您就别担心了。妈，您放心，订婚宴那天我保证不会跌了郭家的份儿。哼，最好是。燕儿，挑套衣服，一会儿跟妈应酬去。好嘞。谁啊？娇娇，爸还担心你有情况，结果一查，这家房主居然是你。娇娇，谁来了？一定是未来亲家吧？喏，我把土特产带来了，之前都没来得及打招呼，我这就去见见。爸，怎么了，娇娇？你不能进来啊？为什么不能进？娇娇，谁啊？爸，我晚点再跟你解释，你先听我的，快出去！娇娇，怎么了？刚刚外面谁啊？是刚刚教郭燕学外语的女人，她有件衣服忘拿了，我给送去了。这就对了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既然是攀高枝，就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。我儿子当着你的面出轨怎么了？不高兴也得忍着。想荣华富贵，你就给我乖乖受着，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妈，我出去买点日用品，您忙。爸。现在能跟爸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吗？爸，对不起，我撒谎了。撒谎？撒什么谎？我跟他们说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所以我不能让你进去。你要是进去了，我就完了。什么？娇娇，你现在是不想认我这个爸了吗？爸，我怎么敢？你误会了。当年我亲生父母车祸去世，抛下我这个罹患重病的小孩孤苦伶仃，那些势力亲戚都弃我如揖怒，是您不嫌弃我，把我领回家，四处奔波求医，才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这些年您供我读书，送我出国留学，起早贪黑给我挣学费生活费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的这条命都是您给的，我怎敢不认你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不敢告诉他们我就是你爸？莫非爸这身衣服让你丢人了？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没办法。那郭家是名门望族，极其重视出身背景，他看重的就是我干净一病的背景。他们要知道你做苦力活，我肯定不会让我嫁进去。荒唐！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？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做人坦坦荡荡，岂能为了眼前名利没了风骨？你这些年的书都白读了吗？我这不也是想着等有钱了，好让你也过上好日子，不用天天受着风吹日晒，为了几两碎银起早贪黑，日夜奔波吗？糊涂！我们是穷人，是没钱，难道就低人一等，就没骨气？不是有权有势才叫生活，只要咱们过得踏实幸福，这就够了。是，您说的对，可你有你的活法，我也有我的追求啊。你也看到了，大唐华府价值上亿的房子，写的是我名字，那是我再怎么寒窗苦读努力工作也住不起的房子，而这不过人家随手送的礼物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，凭什么我不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？凭什么我要一辈子被人瞧不起？凭什么我不能成为人上人，给爸你争光？我本以为穷生穷养能培养出孩子的傲骨，却没想到让他变得如此自卑，如此极端。这些年是爸委屈你了，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
强加给你太多东西。不说这个了，爸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算我求你，您就再忍一会儿，等后天完婚，我就能乘着郭家的东风，入职大唐国际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带你脱离苦海。不需要，娇娇，就算没有那郭家，爸也有办法让你换一种生活。爸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咱家啥条件，我能不知道？我没开玩笑，你是我唐耀的女儿，真要论背景，比那小小郭家显赫100倍。等着，爸会告诉全世界，你到郭家是下嫁，才不是什么潘高枝。死老头真是抽风了，好说歹说都没用，浪费我表情，离成功就差临门一脚了。这死老头要识相，我还能勉为其难给他送个钟，可要是挡我财路，毁我前程，那就休怪我翻脸。唐先生，您终于想通了。算是吧，娇娇的事当头棒惊，我反省了很久。过刚易折，惠极必伤，强极则辱，情深不寿。我这个当爹的，很多时候确实没考虑到孩子的感受。怎么会？娇娇过得也不比别人差呀。我倒觉得是这孩子有些魔怔了。怨我没考虑过过犹不及，总想着穷养，结果让他没见过世面。小小郭家就让他自卑到小心翼翼、阿谀奉承。现在我就要把他观念改正。您的意思是？是时候告诉娇娇我的身份了，把我复出的消息通告全球。我要以大唐国际创始人的身份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。太好了！既然郭家自持强盛，耀武扬威，那我便将大唐国际整个华国分部亲自送给娇娇，当做嫁妆，让他们所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攀高枝。明白，我这就去起草人事任命书。恭喜恭喜！金玉良人，郎才女貌，郭家当真好福气。客气了，几大家主能来道贺，实乃我郭家荣幸。哪里话，和即将到来的那位大人物相比，我等不过蝼蚁。大人物？谁啊？是谁可不是我们有资格知晓的，但我们都收到风声，说大唐国际的某位神秘大人物今日将会亲自到场为郭家祝贺，这是何等的荣耀啊！郭家背靠大唐国际，郭大少又将在其中身居要职，从此郭家便是我等只能仰望的存在喽。郭家主郭夫人，以后可得多多提携我等呀！哈哈哈，好说好说。哈哈哈哈。对了，还没问，新娘子如此气质不凡，不知是哪个氏族的大家闺秀？这个，大家闺秀，得了吧，她就是个白屋寒门、草根出身的下九流。要不是我儿子喜欢，像她这种底层贱民，怎可能入得了我郭家门？订婚宴马上开始，诸位先稍事休息，请。哎呀妈，你怎么当着客人们的面说这些？哼，妈没教过你。对待下人时不时就得紧紧皮，山沟沟来的就是没教养，把这儿当你们穷山下了。不知道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，见了人都不知道招呼敬酒，口无遮拦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丢我郭家的脸。对不起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行了，燕儿，带他去招呼客人，一会儿那位大人物就到了，可不能再出岔子。知道了吧？真不知道燕子哪根筋搭错了，非看上这么个烂货。瞧他那蠢样，也就适合放在家里当母猪产崽儿。哼，抛头露脸只会丢人。这种女人出身越贱，越有利于燕儿的名声。糟糠之妻不离不弃的经历，对她在大唐国际的升迁多有帮助。潘高枝的烂货，看着就闹心。放肆！你们好像搞错了一件事，娇娇入郭家是下嫁，潘高枝的是你们郭家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嚷嚷什么？我谁？我当然是……你是走错门了吧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！出去！等等！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那天那个看大门的臭保安吗？
看大门的，来这儿干什么？今日乃我国府大喜之日，到场都是豪门权贵，一个下人来这儿干嘛？滚出去！爸妈，别生气，犯不着，这点小事儿我来处理就好。哎呀，去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千万别来吗？今天可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，你想把事情搞砸吗？走啊！娇娇，你也说了，今天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能缺席？娇娇，你跟那臭保安嘀咕啥呢？赶紧的，别怠慢了贵客。知道了妈，我这就把他轰出去。郭夫人好大的威风，你是把新娘当佣人使唤吗？她是我郭家的媳妇儿，我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，我作为新娘家属，岂能看她还未过门就受尽委屈？家属？什么家属？不是，你们听我解释，解释什么解释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这下贱的赔钱货！我警告过你多少次，那些乡下的、山里的穷亲戚，别他妈喊来！咱郭家是什么档次？那些出身卑贱的穷人，就是社会底层的垃圾，也配在这儿跟满堂权贵同饮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，再敢对新娘出言不逊，后果自负！你个看大门的臭保安，什么身份？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他爹！你是他爹？什么玩意儿？唐娇娇，你不是说你是孤儿吗？这爹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妈，您先别激动。我别激动？你这个贱货，竟然敢蒙骗我们郭家！误会，你们别生气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赶紧的，耽误了婚礼，我要你好看！你疯了！让你别说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我不走。娇娇，区一个郭家，不值得你这般低声下气、委曲求全。什么？区郭家？竖起你的狗耳，出去打听打听，我们郭家是什么地位？你女儿就是个攀高枝的便宜货，你个吃女儿软饭的，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哼，郭家在我眼里不过蝼蚁，她是我唐耀的女儿，不需要对任何人阿谀奉承。底层的牛马人畜也敢在这儿叫嚣？老公，别生气。唐娇娇，客人们可都在看着呢，别说我们郭家没给你机会。贱货，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，这婚就别结了。不结就不结，嫌贫爱富、尖酸刻薄，你们郭家人配不上我女儿。娇娇，我们走。放开我！你不配让我跟你走。娇娇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？你还嫌让我不够丢人的是吗？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就这么被你给毁了。我毁了你？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送你求国留学，是我养你。求你养我了！你在说什么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又怎么样？我求着你养我了吗？难道不是你自己窝囊，讨不到老婆，又怕死了没人送终，上赶着把我带回家吗？哼，果然是在道德绑架，自私自利，令人恶心。这臭保安该不会把自己当圣人了吧？老东西，可真不要脸！你混账！打你打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在外面只能给人点头哈腰，天天编鸡汤自我安慰，只会窝里横。我是怎么教育你的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畜生话？行了，别在这儿演戏了。你不就是自己一辈子没混出头，见着我要起来了，自尊心受挫，所以跑来闹事的吗？爸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可曾亏待过你半分？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没亏待过我，我老公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，你呢？把我捡到穷山沟，还让我感谢你是吗？我费了多大劲儿，现在终于有机会摆脱你，走出那个山沟沟。你要还想着把我拖进深渊，拉回去过苦日子，做梦！一定要有钱才叫生活。从小到大，你要什么爸没给过你？爸让你受过半点委屈，咱虽穷，但照样过得幸福。难道就因为没钱，你就天生比他们低一头吗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别人的爸妈就那么有本事，你就不行呢？差在哪儿了？没话说了吧？说到底，不就是你没本事，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？他们这种尖酸刻薄的婆家，就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？你说对了，他不舔着咱郭家荣华富贵，难不成要跟你这下等人回去种菜耕地看大门？笑话！娇娇，大唐国际的那位大人物马上就要到了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把这疯子赶出去。你给我闭嘴！娇娇，
我知道你是一时糊涂，跟爸回去。他们郭家能给你的，爸10倍100倍的给你，没必要在这给他们当狗。松开！你别在这胡言乱语，快给我松开！娇娇，听话，爸没骗你，爸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爸就是……我不想听！老不死的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打得好！诸位看看，不知尊卑，不知所谓，连跟自己的女儿都不替他说话，可见其滑稽。我一不孝身，枉着人子皮。娇娇，爸不求你尽孝，可你连最基本的做人都没学会吗？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连100万都拿不出，凭什么叫我做人？今天你非要我撕破脸皮，那就跟你把账算清楚。不就是钱吗？我现在有的是。你这些年在我身上花了多少，我他妈双倍奉还给你。多出的钱就算我赏你的，拿了钱赶紧给我滚，从此你我两清。两清？这么多年的父女情分，在你心里的分量，还不去这几沓臭钱是吗？喂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这些钱你看一辈子大门都赚不到，还嫌不够？行了行了，不就是要钱吗？来人！卡里有500万，拿了钱立刻消失，别脏了我的眼。在我面前谈钱，你郭家配吗？啊！唐娇娇，瞧瞧，这疯子又在胡言乱语，你倒是管管啊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家伙就是存心想破坏我们郭家喜事。好，娇娇，这事儿我郭家替你做主了。来人，把这老不死的东西打断双腿扔出去。我看谁敢！娇娇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要跟爸断绝关系，从此两清？老东西，事态都发展到现在，你还装傻装聋呢？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现实，非要我把话说绝，你才肯罢休吗？看清现实吧，你不过就是个1穷2白的窝囊废，做你女儿你能给我什么啊？自己在这辈子烂在泥里出不去，还他妈想拉我下水！既然给不了我荣华富贵，就别赖着我不放。这就是我的女儿，我养了20多年的好女儿。好，唐娇娇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你可别后悔。我但凡后悔一下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老棺材，别逼我来硬的，拿着钱赶紧给我滚呐！钱我1分不要。但你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当初你跪我面前谢我救命恩，叫我一声爸，现在我要你也跪下磕个头，断此我这20多年来对你的养育之情。什么？我大婚之日，你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个老不死的磕头？我这20多年在你身上的付出，换来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够了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宝贝，你看他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抓起来丢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在我婚宴上闹事，让我新娘难堪。该磕头谢罪的人是你，给我磕！在华国，敢叫我唐耀磕头的，你们是头一个。尔等当真不怕万劫不复？还在这装模作样，不跪是吧？掏家伙！你敢？你看老子敢不敢？给我打，打到他跪地磕头为止！宝贝别怕，看什么看老东西，给我把头转过去！我叫你他妈把头转过去，你聋了吗？操！我让你看，给我接着打！没吃饭呢，使点劲儿啊！不是喜欢装硬气吗？哼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郭家的棍子硬！给我跪！给我跪啊！大唐国际礼到，大唐国际携天价重礼前来为郭家贺喜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谁还能让我跪！大唐国际携天价重礼前来为郭家贺喜。天价重礼，传闻果然不虚。郭家得大唐国际青睐，前途无量啊！郭家主事还不上前受礼？竟是刘秘书长亲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滚开！今天不是你郭家大喜之日吗？这闹的又是哪一出？哦，他呀，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罢了，刘秘书长不必在意。刘秘书长，您喝茶？不必了，我今天来是代表总部送礼，礼到人走，新郎新娘何在？快！刘秘书长，刘秘书长好，取礼来。
总部有令，礼物必须亲自交到新人手里，等那位到了后亲自打开。二位，请吧。慢着！新娘唐娇娇背恩忘义，忤逆不孝；新郎郭燕肆意霸道，蛮横无理。这二人何德何能，受得起此等大礼？嘿，你个死废物！我警告你，这可是我郭家性命攸关的重大时刻，别捣乱啊！快把礼物放下！老棺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礼，你们都很想要是吧？你们不配！混账！你疯了吗你！狗东西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我给你脸了！宝贝，烦了你了！来人，来人！好一个郭家，御下无方，此等重礼说丢就丢。我看你们根本没把我大唐国际放在眼里。误会就是误会啊！快把礼物捡起来，捧好捧好！刘秘书长，这疯子和我郭家绝无半点关系啊！没关系，他能出席你郭家婚宴。刘秘书长有所不知，这老不死的是混进来捣乱的，居心叵测，想搅黄我郭家喜事啊！对，我们先前就想赶他走了。你个死废物，惹我郭家就算了，还敢挑衅大唐国际，活腻歪了是吧？还不赶紧跪下来向刘秘书长磕头道歉！刘秘书长消气了，兴许你还能有一线生机。给他道歉，他还不够格。你说什么？刘秘书长，你放心，这点小事我来处理就好。先前看你那样狼狈，我都懒得搭理你，你倒还来劲儿了。我很好奇，若是连我都没资格，在座还有谁？在座所有人都没资格。老不死的，现在知道后悔晚了。告诉你，就算刘秘书长不计较，我们郭家也绝不会放过你。不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针对他，都没资格入我法眼。你们不都想知道我是哪来的底气吗？打开它，里面的东西会告诉你们，我究竟是何身份。疯了吧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区区底层贱民也敢大言不惭？我该说你蠢呢，还是傻呢？听好了，送礼之人的身份是你这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存在。他老人家未到，这礼谁敢开？谁有资格开？连我都不敢僭越，你个废物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就是那送礼之人。很好笑吗？哎呀，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随便啥阿猫阿狗都敢说自己是个人物了。你若不信，自可打开礼盒一验真假。信，我信你是华国首富，腰缠万贯，你是集团大佬，富甲一方，满意了吗？真是驴木脑袋，蠢到无药可救。说什么？我若当真骗你，岂会这么言之凿交？动动你的脑子吧。刘秘书长息怒，他这里有问题的，胡言乱语呢在。不错，这疯子山沟沟里来的，干保安干得神志不清了，这不穷怕了，眼红了，心里不平衡了，特地来报复社会的。您跟别他一般见识。是啊，一个看大门的废物，咱可犯不着跟这种下三滥的玩意儿置气。刘秘书长，请放心，我郭家定会妥善处理此事，给您、给大唐国际，也给在座诸位一个交代。来人，先把这疯子押出去。不急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这区区的下等贱民、底层处处，有什么资格在这种高端场合大呼小叫？又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在这满座权贵面前大放厥词？满座权贵，在我眼里，不过蝼蚁一群。好大的口气，你当真不怕死？混账东西！你知道眼前这位是什么身份吗？那你们又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你他妈敢！我郭家的礼，你个下等人也配泡？给我滚一边去！待会儿就收拾你！刘秘书长，你都看到了，咱可没瞎说。这人真的是脑子进水，疯疯癫癫的，摊上这么个玩意儿，怪不得新娘要跟他断绝关系。
有病就去治啊，脑残吧！唐娇娇，愣着干什么？管管你的疯爹！你闹够了没有？到现在还不认错，非要刀挂脖子上，才知道后悔？哼，我闹？难道不是吗？不就是嫉妒使你面目全非吗？还身份，你什么底细？我会不清楚？你清楚什么清楚？我是什么身份？你不就是看大门的臭保安吗？谁不知道是的？嚷嚷什么嚷嚷？睁大你狗眼看清楚了，这位大唐国际全球代理林一星小姐的特别助理，华夏氛围的总裁秘书长，你这辈子都只能抬头仰望的存在。笑？你他妈还笑得出来？你死到临头了，白痴！区一个秘书助理，很了不起吗？就算他顶头上司林一心本人在此，见了我也得恭恭敬敬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碰瓷林代理？我算什么东西？林一心于你们而言都如神明，我若道明身份，你们见我便如一粒浮鱼见青天。够了！事到如今还在这胡言乱语，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你死到临头了，知不知道？娇娇，你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的眼界有多么的浅薄，又到底错过了什么？我当然明白，我得谢谢你，没了你，我才能摆脱贫困，拥抱未来，开启新生活。我懒得跟你掰扯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立刻马上打开那个盒子，你们就会明白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你们所有人。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你这蠢货夫啊，怎么办事儿的？没点眼力劲儿，还不快收拾好！是夫人。刘秘书长，见谅见谅。等等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你脸了是吧？瞧瞧你他妈刚才说的，是人话吗？真搞不懂，这废物哪来的自信，竟还敢对我们指指点点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我都说了，那盒子里是我亲自签的。够了，唐耀，我真的受不了你了。我说你就算是妄想，也要有个限度吧。我唐耀一诺千金，用得着妄想？我能屈尊下场，同这些蝼蚁立论，已是大发慈悲。疯子！去你妈的！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？你就是个又穷又疯的窝囊废！瞧瞧，在座随便一位动动手指就能把你碾死，你还敢口无遮拦？刘秘书长，诸位，如你们所见，此人身份如此卑贱，我国家依然以礼相待，可他却恩将仇报，得寸进尺，对我国家在座宾客以及刘秘书长代表的大唐国际屡屡出言不逊，恶意挑衅。你们说这能忍吗？不能忍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谁在信口雌黄、颠倒黑白，心里清楚。怎么，小词儿一套一套的，你要考研啊你？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打开盒子，真相自然水落石出，到时候你们岂敢再放肆？笑话！你不会真以为你那点小伎俩能骗得了我们吧？还在那里冒充大人物，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。哎，刘秘书长在，我们岂能越俎代庖？不错，此人如何处置，全由刘秘书长一句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他舌头拔了，废了4只，再送回山沟沟入土为安。当真是蛇蝎心肠。我就想问一句，若我身怀权柄，你们可还敢这般猖狂？若你身怀权柄，我们自然是投鼠忌器。但很可惜，你只不过是个无权无势、任人宰割的底层贱民，一条烂泥里的猪狗罢了。我们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，你还敢有脾气？瞧你那不服的样子，不过是咎由自取。像你这样卑贱的下等人，见了主子不知摇尾乞怜言，还敢妄图反抗，挑衅权威，就活该是这个下场。你看什么看，老棺材！这叫什么？自作自受，众望所归啊！罢了，我本不想以势压人，怪就怪你自己惹了众怒，还敢碰瓷林代理。我若不严加惩治，以儆效尤，大唐国际的脸面往哪搁？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给我站那儿！5分钟。5分钟后，我若不能教你们跪地求饶，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了断。有意思，叫我们跪地求饶，就凭你，就凭这一通电话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刘秘书长，别听他的，他就是想拖延时间。垂死挣扎，给我抓起来！林一心，
是我。等等，萧少，该聊的都聊了，没必要耽误时间了吧？林代理此言差矣。大唐国际如今群龙无首，内部斗争不断。若是不同意吞并计划，我环球财团这亿万资金砸下去，华国股市必将动荡，到时候覆巢之下岂有完蛋？你威胁我？话别说那么难听嘛。环球财团这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，大势不可挡。您作为大唐国际代理，值此危难之际更应该明白，与我们合作才是当下唯一的出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大唐国际的宗旨是深耕基层，玩不转你们那套吃人的资本运作，合作收购的事儿就不要提了。真有本事，咱们市场上见真章。告辞。慢着，我为林代理引荐一个人，或许他能让你回心转意。林代理，杜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即将调任总部，恰逢萧少盛情相邀，岂能扫兴？况且我对两家合作一事也十分支持。这个不是重点，我不是让你去郭家送礼吗？礼呢？哎，区郭家这点跑腿小事，我已经让你秘书去带我去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小事，你知道这是谁吩咐的吗？你根本不懂这差事的重要性。喂，唐先生。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不用5分钟，我马上就到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咱这正事还没办完呢。正事？这他妈就是最要紧的正事！白痴，你闯大祸了！什么情况？好，演得好啊！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有当演员的天赋呢？是真是假，5分钟后自见分晓。到时候希望你还能这么桀骜不驯。得了吧你！真以为装模作样打个电话我们就会信你？屎壳郎吊蒜钉子，真他妈会装蒜！对待你们这些蝼蚁，我还用得着装蒜？还他妈装呢！我说你是无知还是胆大？什么话都敢说出口啊！人家林代理是什么人物？那是能跟华国分部负责人平起平坐的大佬。你个下三滥的窝囊废，看大门的臭保安也配碰瓷儿？刘秘书长，我说的对吧？住手！反了你了，你个死废物！快放开！狗胆包天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这般放肆，你当我不存在呢？把嘴都给我闭上！我今天来，本打算是护女出嫁，震慑宵小，却没成想受了这么一遭。本打算看清了这逆女的嘴脸，磕头一拜，就此恩断，息事宁人。可你们呢？咄咄逼人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肥我、骂我、辱我、伤我，是想将我置于死地。没钱没背景，就活该被欺负。出身寒微，就注定低你们一等，是吗？你说对了。怎么，你他妈敢动我吗？我们就是欺负你无能啊！怎么了？你窝囊，你废物，还不自知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他妈不懂尊卑，口出狂言，我们让你长点记性，怎么了？就是死狗一条，也敢上桌乱吠乱叫！谁让你没本事没背景？我们不欺负你，欺负谁？说得好。人有369等，你要是比我有钱，比我有势，我跪着喊你爸爸都可以。你也配？我不配，你配。一个底层垃圾，下等的货色，活着也只能污染空气。我看啊，该人道消灭了才是。赶紧给我松开，不然待会儿你想死都难。贱货，都他妈你招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劝劝你的死爹，回头是岸。老棺材到头了，还他妈在那愤世泥于呢！我警告你，老公要是有个3长2短，不用他们出手，我先要了你的命。好啊！还有2分钟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2分钟，狗东西，你活不到那个时候了！刘秘书长，你瞧瞧，可得替咱家燕儿做主。放心，我早看他不爽。你很牛啊，大人物，慷慨陈词啊！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能弄死你！你信不信？你待会儿要哭着跪下求我原谅。还敢嘴硬！刘秘书长，他既然这么能说，不如就先打烂他的嘴，再慢慢玩儿。哼，好主意，拿家伙来，在这里动手。宝贝，你有意见？怎么会？我是怕脏了咱家的地摊儿，我都跟他断绝关系了，非亲非故的，我管他死活，我巴不得他自食其果，我好拍手称快呢。看看，这就是我养了20多年的好女儿，见风使舵，巴不得我早点去死，省得妨碍她嫁豪门做凤凰。哼，还有你们世家豪门权贵精英，
要我说，不过是一帮欺软怕硬、猪狗不如的东西。说得好，多说点儿，这一棍子下去，以后可就再没机会说了。哼，我好怕呀！动手！哎呦！大唐国际的林代理，这位郭家，今日我们竟有幸见到此等传奇人。林代理，您怎么来了？林一心，华国女富豪位居前列者，这是真正的大人物啊！连林代理都亲自到场，贺我郭府新婚。瞧瞧，咱家燕儿多受重视，了不得！郭家真有面儿啊！先前说你潘高枝有说错吗？卑贱出身，能入我郭家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妈，您教训的是我郭家时来运转，这是要一飞冲天的节奏啊！快随我迎贵客啊！林代理大驾光临，我郭家蓬荜生。不愧是林代理，气场就是强啊！林代理，放开！你聋了吗？我叫你把人放开！放开！快放开！这怎么了？这是唐先生，一心来迟。无妨。林代理，您这是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唐先生，你可还记得当初我创立大唐国际时立下的宗旨？当然记得，是以民为本，奉献社会。可我看的是仗势欺人，恃强炼弱，忘本啊！唐先生，集团人员庞杂，难免有害群之马。我不想听理由，证明给我看。奇了怪了，林度里在跟那家伙说什么呢？不好，那废物说不定是在趁机告状呢。嘿，你个死废物，谁允许你做？谁来给我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林代理，肯定是他乱讲了什么吧？您听我说，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我还没问你呢。总部指派的送礼之人，不应该是杜振吗？林代理，你也知道，杜总日理万机，这种小事何必劳烦他？所以，这就是你越俎代庖的理由。你一个小小的秘书长，是谁给你的胆？林代理，我也是奉杜总之命前来，大家不都是为了集团吗？是吗？让你来送礼，你这阵仗可不小啊！林代理，别误会，这都是因为那个杂碎大闹郭家婚宴不说，还挑衅我们大唐国际。我作为集团的一份子，自然要代表集团严加惩治，以示权威。哦，还有这事？你个废物，你完了你！千真万确，林代理，孰是孰非，这在场之人都能为我作证。说的没错，都是那个下等人挑起了所有的事端。刘秘书长做的没毛病。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当然，您不知道，这人就是个疯子，满口胡言，那一张嘴可会瞎编了。他刚才跟你说了啥？您可千万别信啊！他，疯子。是啊，他破坏我郭家婚宴，辱骂在座宾客，还敢对我动手，不是疯子是什么？公然蔑视大唐国际威严，就算刘秘书长不出手，我们也绝不会放过他。林代理，这是我郭家的未来儿媳，也是他的养女，不妨让他评评理。你就是唐娇娇？正是，我也可以为刘秘书长证明，唐耀的确是疯了，他就是见不得我好，自尊心作祟，所以故意闹事。他可是你父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父亲？我早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了，况且他也只是个跟我半点血缘关系没有的养父罢了。诸位，事态发展到这一步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我才不想因为他惹来一身腥。大家想如何处置，我绝无意见。说得好，正好林代理在场，不妨做个见证，看我们怎么整治这个下贱的窝囊废。说得对，这种不知孙卑的畜生，绝不能轻饶。来人，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教训他了。林代理，这么精彩的节目，
您可不能错过，教训他。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？都查清楚了，您放心，他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底层人，一个看大门的臭保安而已。看大门的臭保安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林代理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就凭你不知所谓，肆意妄为，败坏我们大唐国际的名声。我败坏集团名声？这狗东西挑衅我们大唐国际，我出手教训，有何不妥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他可不是你能肆意辱骂的对象。他不就是个底层的下等人，有什么骂不得的？不知悔改。我看你压根儿就没认识自己的错误。嘿，你个死废物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唐耀，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大人物说话，我们都没资格插嘴，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还不懂吗？你们眼里的大人物，真要论起身份，给我舔鞋都不配。我操，这牛逼吹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！要不说他是个疯子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？不用以为，以你们的标准，我就是。是什么事？你就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，还敢在这胡言乱语！林代理，您听听，他连你都没放在眼里啊！我看是给你画面给多了，一个山沟沟的垃圾，你能活到现在，那是我看林代理面子。你还真敢把鸡毛当令箭？我看拿鸡毛当令箭的是你吧？林代理，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身为集团秘书长，却整天和权贵厮混，桌子底下大搞钱权交易，靠胸前两坨烂肉上位，自以为混得不错了，可以肆意妄为了，能无法无天了。我没有。我本不负想那么快撕破脸皮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招惹他。就因为他，刘婉儿，你信不信我只要一个电话，就能让你万劫不复？林代理，集团是讲规矩、讲证据的，就算你是我的上司，也不能这么污人清白。违反纪律的事，我可从没做过。冥顽不灵，知道集团规矩，还仗势欺人，大搞阶级歧视。像你这种害群之马，就该趁早清除。有你什么事？你给我闭嘴！林代理，您也知道，我今天来是为杜总办事，为集团分忧出力，何错之有？况且咱们之间也没必要搞这么难看吧？不，很有必要。我劝你现在就给杜振打电话，晚了，他就只能在监狱看到你。就为了这么个废物，你要跟我翻脸？翻脸？你也配？要不是集团正直多事之秋，你们这帮蛀虫早就被赶出公司了。林一心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要是出事，杜总绝也不会放过你。长本事了，敢威胁我，就算是杜振在此，都不敢跟我大小声，更何况是你，跳梁小丑。林代理息怒啊，我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不如看在我郭家的面子上。你郭家的面子算什么东西？滚！待会儿再收拾你们。干什么你？人家集团内部的事儿，你多什么嘴？林代理，不好意思哈。不是，这跟我们郭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林代理怎么还良机吃鱼了？辱人者，人恒辱之。这现世报你们逃不了。嘿，你个死废物，还敢！好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会那么护着他？说我靠身体上位，手段卑劣，你不也一样？偷偷养小白脸？你说什么？装什么清高？你要不是跟他有一腿，会这么护着他？我看以权谋私的人是你吧？这事儿要是捅上去，你也落不了好。你再胡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我可不敢胡说。他要不是吃你软饭，你为什么这么护着他？怎么，图他年纪大，图他看大门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他是你上司，而我是他的上司，这理由够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他又在胡言乱语，什么疯了吧？唐先生，
你是他上司，你该不会想说你是大唐国际的创始人吧？你答对了，安排人来郭家送礼，也是我亲自授意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一见礼就让我见识了这么多妖魔鬼怪，人心龌龊。老不死的，你又开始了是吧？我也是服了，一个臭打工的苦力，成天做白日梦，幻想自己是人上人也就算了，到现在还敢大言不惭，竟敢说自己是大唐国际创始人，搞清楚你配吗？像这么不知羞耻的下贱玩意儿，真是世所罕见，咱也算见识了啊！你他妈要是大唐国际的创始人，老子就是全球首富。林代理，我说你也真是饿了，这种下九流的货色你也吃得下呀？混账！不必多说，把我的礼拿过来。不必多说，把我的礼拿过来。唐耀，什么叫你的礼？那是人家送我们两口子的礼，你不配染指。请吧。什么意思？不是都怀疑我的身份吗？我早说过，打开它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你当我傻啊？上面严令禁止，必须创始人到场才能开礼，想陷害我？看看，这死废物，到现在了，居然还他妈想拉我们下水！混账东西！早他妈该弄死你！吵什么吵？林代理，我知道您嫉恶如仇，但也不能由着这疯子胡来，会出事的呀。这老不死的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可不能信他。是，若是那位怪物不说我郭家，你也定会被迁怒的，何必呢？看到了吧，我也有犯糊涂的时候，越是讲道理，越是受欺负。刘婉儿，让你开你就开，你确定？少废话，真要出事我担着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林代理授意我开礼，亲口承诺担责，到时候真要追究起来，大家可得帮我作证。你放心，里面的东西一定会让你们很惊喜。哎呦喂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什么惊喜。这是刘秘书长，您怎么了？里面装的什么文件？刘秘书长，这里面的内容够不够惊喜啊？是有点惊喜。那就分享分享，当着在座所有人的面大声念出来。这不太好吧？我叫你念出来。为助唐家小女出嫁，喜结连理，赠集团股份10%，云海一品豪宅1栋，市中心商场2座。自今日起，将大唐国际集团华夏分部总裁一职授予唐娇娇，以表鼓励。我没听错吧？华夏分部总裁，我？那岂不是说，从今天起，我能跟林代理平起平坐了？还有云海一品豪宅，寸土寸金的帝王小区，最便宜的套房都得上亿，这一送就送1栋，我的妈！市中心的商场整整2座，那可都是人流量爆棚的宝地，名副其实的西金库。哎呦，发达了！这下咱们郭家真是平步青云了！郭家这次真的逆天改命了，怎么我就没这好运？是啊。刘秘书长，接着念啊！是啊，别管那个死废物了，这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一定要听完。你们确定？当然了，快念啊！大唐国际华夏分部总裁，老不死的，就等着吧。我这下可不只是做凤凰了，我这是要做皇后了。那我可就念了。总裁任职，总部特批，签署人杭耀。什么？杭耀？什么？唐耀？这不是那臭保安的名字？刘秘书长，这种严肃的事儿可开不得玩笑啊！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就是，肯定是搞错了。送礼签字之人怎可能是他？他不就是个臭打工的？我也很好奇，刘婉儿，不如你来解释解释。除了大唐国际的创始人以外，谁还有这么高的权限任命分部的总经理一职？这个，刘秘书长，
把东西捡起来！我叫你把东西捡起来！刘秘书长，您不会真信这疯子的话吧？您若是顾及形象，我郭家很乐意代为效劳。他们都说搞错了，你觉得呢？他怎么会这么有底气？难不成他真是？问你话呢？我就是这儿。是的，萧少，郭家今日举办订婚宴，总部指派我去送礼，我嫌麻烦，就让小刘跑腿，但貌似出了岔子。林奕欣之前暴跳如雷，也不知道是何原因。是何原因？进去不就知道了。听好了，今天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搞定林奕欣那贱人，让大唐国际臣服于我环球财团。到时候我爹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您放心，东西我都带来了，保证让他乖乖就罚。去吧。是。问你话呢。我假的，不用怀疑，这肯定是假的。诸位，我跟这老不死的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他几斤几两，我能不了解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自打我被收养起，就一直跟着他住破房、吃粗粮、耕地种菜、干农活。后来我上学，他才进城当了保安，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第二身份，压根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窝囊废。原来是这样，该死的，差点就被这死废物给唬住了，肯定是林一心搞的鬼。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就算大唐国际创始人真叫唐耀，也绝不可能是他这无能的窝囊废。说的对呀，他要真有那等身份，至于当个小保安，至于隐藏到现在，或许还有一种可能。近日大唐国际风波不断，人心惶惶，有人不满集团人事变动，所以背后搞鬼，伪造签名，妄图夺权上位，也说不定。刘婉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私下不也在接触环球财团？简直荒谬！林代理说的对，简直荒谬！一介底层贱民，居然敢冒充那位存在，这不是荒谬至极吗？我用得着冒充？一群井底之蛙！你在骂，这是给你脸了！狐假虎威的狗东西！诸位，这能忍吗？忍不了！既然误会搞清楚，也不用再顾忌什么了。说到底，一切纷争皆因这废物而起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死定了，蠢货！诸位，若是还放任他这么闹下去，届时连累我郭家乃至各位的前程，那这事儿可就大了。要我说，今日断不能留他活路。说得对，我三大家族复业，我赵家复业，我赵家复业，我赵孙家复业。你们，林代理，你也看到了，众望所归。为一个底层的下当人，失了人心，可不值当。还等什么？来人，关门打狗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林代理，您放心，规矩我们都懂。懂？你们懂什么了？我郭家有幸得集团青睐，蒙受天恩，自然懂知恩图报，尽自己的一份力。不错，您且歇着，我们定会将这个胆大包天的疯子扒皮抽筋、挫骨扬灰，全当是给集团的一份投名状。疯了吧你们！井底之蛙，就算证明摆到你们脸上，也还是在自欺欺人，不是吗？自欺欺人的不是你吗？下三滥的贱民，废不自知，蔑视权贵也就罢了，竟还敢碰瓷那位存在，你有取死之道！要他死！要他死！要他死！真是讽刺！想当初判我死的人也很多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现在都已魂归九天。你们是不是也想试一试？哎呦喂，我好怕呀！区贱民还威胁起我们来了。你骗得了林助理，骗不了我们。你若现在给所有人跪地磕头，
认错道歉，兴许还能留一口气，爬着出去。我要说不呢。我们大发慈悲，赏你活路，你还敢说不？本还想念旧日情分，给你这老棺材谋条活路，现在你自己作死，可就怨不得我了。很能吹是吧？我先打烂你的嘴！都给我停手！我看谁敢放肆！林一心，你疯了吗？林代理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唐先生宅心仁厚，不愿以势压人，你们竟还敢蹬鼻子上脸！我警告你，唐先生若是有半点损伤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葬。难道刘秘书长先前说的是真的？这臭保安真吃上了刘秘书长的软饭。林代理，何必为了这么个下等人出头？你若真好那一口，我郭家愿举足之力为您搜集男宠。混账！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他妈的敢打我！飞扬跋扈，胡作非为，该打，岂有此理！教子无方，恃强凌弱，该打；死废物，反了你了！尖酸刻薄，蛮横事实，该打。你疯了！这废物真是疯了！唐娇娇，他是谁招来的？你他妈就这么干看着？你这老不死的东西！忘恩负义，吃里扒外，你最是该打！你他妈敢！老不死的，给我搞搞清楚！我唐娇娇，豪门郭家的未来儿媳妇，大唐国际即将上任的分部女总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如今你和我的差距仿入云泥，你配打我？你敢打我？豪门总裁，可笑！唐耀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宣布，原定赠与唐娇的嫁妆以及送给郭家的所有贺礼，统统撤回。而你们，今日这些所谓的权贵，咄咄逼人，便等着被清算吧！好大的口气！死废物，演戏演入迷了。那位存在送的礼，你说撤回就撤回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算什么东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的礼不配。住手！不要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国家的破天富贵呀，就这么没了！你这个杀千刀的杂种，我弄死你！林代理，何苦为了个废物趟这趟浑水？您若愿让路，我郭家必有厚报。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跳梁小丑，还看不明白吗？他，你们惹不起。林夕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当然，我不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还知道你很快就要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。我好怕呀！我看要付代价的是你吧？他撕毁的可是总部的任命书，你居然为了一己私欲包庇这个下等人，触碰集团红线，你就等着总部把你扫地出门吧！你疯了，还敢动手？你就不怕？蠢货！姓林的，你当真以为我怕你？等我把这事儿禀报上去，看你怎么收场！我求之不得。尽管上报，最好多找些人。集团内部如此腐败，也是时候该肃清肃清了。你少在这狐假虎威，不就是仗着那贱人护着你吗？等着吧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杜总，到时候我要你们这对狗男女哭着跪下求饶。不用打了。林一心，你好大的胆啊！林一心，你好大的胆儿啊！哎呦，这是杜总，杜总来了！娇娇，看看，你原本要接替的就是杜总的位置，人家现在升职去总部，地位可不比刘代理低。这下好了，那疯子死定了。就算是林代理，
也保不住他。杜总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看看，昨天刚去美容院打的针，皱了都。哎呦，心疼死我了！是哪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敢打我的小宝贝？还能是谁？就是那个姓林的死八婆，以权谋私，吃里扒外，还恶意毁坏总部重要文件。刚刚更是私自启动集团最高安保红令，封锁会场，威胁我们呢。贱人，你若再敢颠倒黑白，我不介意再赏你几记耳光。杜总，你看他。林一心，你把萧少和几千亿的生意撂下，就为了这点破事儿？破事？杜振，要不是因为你当甩手掌柜，也不至于捅出这么大篓子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，是好好想想这事儿该怎么收场。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问你，你明知道婉儿是我的情人，还这么不给我面子，什么意思？我需要给你面子吗？你杜振是吧？身为大唐国际高层，与下属乱搞男女关系也就罢了，还纵容其肆意妄为，你该当何罪？你又是哪个裤裆里冒出来的鸟？一副穷酸样，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杜振，我劝你说话小心点，他，你可得罪不起。不是林一仙，我说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一个乡巴佬，我会得罪不出？他说的对，你的确得罪不起。因为只要我想，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你万劫不复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算是长见识了，你他妈算哪根葱啊？你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不是说了吗？我得罪不起的存在。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说是在上城，就算是在整个华国，也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。狗东西，是不是想死啊？杜振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给我放尊重点。哎呦喂，我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大人物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呗。大人物，他不过就是那贱人的老相好，一个看大门的臭保安罢了。哼，哦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底层贱民，在这狗仗人势啊！混蛋！够了！你少他妈在那里唧唧歪歪，还以为自己是公司的二把手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就在今天，萧少出资代表环球财团收购了集团内部所有董事的股份。你在胡扯些什么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。现在萧少才是公司的最大股东，要想干掉你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。什么？环球财团萧少，难不成是萧家的小辈？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上面写的什么？股权持有人萧乾隆。不对，没董事会的同意，他怎么拿到的股份？当然我帮他联系的人，私下召开的内部会议，只是没有通知你而已。集团危难之际，你居然还帮着外人趁火打劫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良心值几个钱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？这就是你吃里扒外的理由？你他妈个吃软饭的，连男人都算不上的玩意儿，有资格说我？我说的不对吗？狼心狗肺的二五贼，跟那养不熟的白眼狼也没什么区别。他妈的，一个没权没势的下等人罢了，路边野狗都不如的东西，也敢以下犯上？以下犯上的是你，重利妄义的墙头草。你若知晓我的真实身份，是不是也要像舔别人那样爬过来巴结我？你的真实身份？保安队长啊！我要想弄死你，就像弄死一只蚂蚁，懂吗？你大可以试试。操，还挺嘴硬。行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们敢？你们是忠于大唐，还是忠于这个叛徒？给我想清楚！林代理好大的官威啊！大唐都这鸟样了，
还发号施令呢？只要我还在大唐一天，我就还是全球代人。论实际职权，我比你大。行，我先放他一马，咱俩来聊聊正事。萧少呢，特地委托我给你带句话，识相的把集团管理权和账本交出来，还可以给你保留当前的职位与分红。这是协议，签字吧。好大的胃口！这种条件，不就相当于要把大唐国际无条件拱手让给环球财团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这种霸王条款，想要我签字，你做梦！你觉得以现在的形势，你还有的选吗？萧少已经拿到股份的大唐，就算你不答应，人家磨也能把大唐国际磨死。劝你别不识好歹，临到头了，遭殃可是你自己。你，环球财团的确有这个实力，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你口中的那个萧少，不过也是个打工仔。你说什么？唐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萧家只是代理人，真正掌控环球财团的，其实另有其人。难道？是的，我恰好与那人相熟。唐先生，此话当真？当然，我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让环球财团退让，这些小事自然就不成问题了。我操，得了吧，妄想着吧你！就凭你一个看大门的臭保安，让环球财团退让？杜总，您不知道，这家伙疯的，之前就一直在冒充大人物呢。是啊，这废物之前说自己是大唐国际的创始人，你说招笑不？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下等人，我未婚妻就是他养女，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。没错，我可以证明，这种疯子，杜总大可不必理会，毕竟那都是风言风语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千真万确。林一心啊，林一心，你也真是饥不择食，连这种货色都看得上。你要实在寂寞了，大可以找我吗？你有胆再说一遍？怎么生气了？不妨告诉你，我本就打算帮萧少搞定吞并计划后，就把你给收了，带到我家好好鞭挞一番。现在想来，看走了眼，你这种烂货送给我嫌脏。哈哈，恶人自有天收，天若不收，我也会出手。放心，我会让他知道嘴贱是个什么下场。哈哈哈，真是笑死个人，还你出手？切真是说你先前讲的是真是假？就算是真的，环球财团真有什么幕后大人物，也绝不是你这种小角色能接触到的。还他妈认识萧家，我现在就把萧少请上来，让他来看看什么叫乐子。喂，萧振廷，限你10分钟里滚到我面前。林氏家族何在？在。萧老，之前说的那栋5星级林山酒店的项目，还得您多费心。又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会安排环球财团注资的，你下去吧。多谢萧老，多谢萧老。喂，唐先生，哎呦，您怎么有空来电话？您放心，财团我有在好好打理。你底下是不是有个叫萧乾隆的？哦，乾隆啊，正是犬子。怎么了？还有这种事？您放心，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安排。哦，我这就过来。萧老这是怎么了？天塌了似的。萧老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紧张过。阿福，老爷有何吩咐？立马安排专机，以最快速度抵达上京郭家。那这些人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所有行程全部推了，最快速度赶到上城郭家。是老爷。喂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刚刚打电话给萧振廷萧老，吩咐他取消收购计划，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狙击股市，把我们在座所有人搞垮，让我们万劫不复，是吗？没错。搞垮我们就凭他，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废物，你真是疯的没救了！老不死的，碰瓷完大唐又去招惹萧家，你还嫌捅的娄子不够大是吗？没钱没势没背景的垃圾，吃软饭吃傻了吧？还敢在这说假话？是真是假，一会儿便知。到时希望你们还能这么桀骜不敬。
傻逼，不妨告诉你，我刚才也打了个电话，把来龙去脉都跟萧少说了。萧少很生气，你现在最该祈祷别落到他手里，不然你的下场只会更惨。萧乾隆，放肆！萧少的大名也是你能直呼的？不过是个二世祖罢了，有什么好觊觎？还是说你真当了他的狗，要护主啊？哼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得罪萧家，你有几条命能死啊？别说是那二世祖，就算是他爹萧振廷在这里，也得对我俯首称臣。唐先生，萧家毕竟是一方巨鳌，这样说是不是不太……无妨，就算是萧振廷本人在这儿，他也不敢放半个屁。简直是不知所谓！你知道萧老是何等人物吗？敢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，你离死也不远了。恐怕这废物见了萧老本人，裤子都得吓尿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萧家是我一手提拔，萧振定当初也不过是在码头干苦力的劳工，跟了我才起的家，你信吗？哈哈，又开始了，各位，你们信他话真，还是信我是秦始皇？萧振廷萧老那可是环球财团的名誉董事，坐拥万亿资产的大佬，萧家更是豪门中的顶级豪门，人家1秒钟赚的钱都是你这废物打1辈子工都挣不到的数目。这等恐怖存在，可不是你这种底层贱民能碰瓷的。这年头说真话也没人信，可悲啊！白痴，像萧老这等大人物跺跺脚，整个上京都要抖一抖。你说你认识他，还能命令他替你办事？哼，你疯得没边了吧？老不死的！我说你这么一直演戏不累吗？我真后悔当初没塞到精神病院去，落得现在让你在此发癫发疯，害得我丢尽了脸面。让你丢尽脸面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子屋上反哺，姚洋亦跪乳，而你不忠不义不孝，枉为人子。你够了，闹剧也该收场了。贱人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诸位，我出1个亿买这贱人和这疯子的命。1个亿？怎么嫌少？行，各位苦主，你们不表示吗？杜总发话，我等岂会不跟？我郭家出5000万，我赵家出2000万，孙家出1000万，我孙家也出1000万，我孙家也出1000万。林代理，对不住了，林代理，我也不想的，但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们罢了，这样也好，认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。老不死的，看到了吗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世上哪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关系？在利益面前，一切都是可以谈的筹码罢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只知那些邪门歪理，却不知道曾经扔的回旋镖，总有一天会打到你自己身上。行了行了，你应该感到荣幸，2个亿买你的命，这应该是你人生最有价值的时刻，还不说谢谢？白痴！死到临头还敢嘴贱，找死！杜震，你敢？你他妈看我敢不敢？给我上！我要这臭婊子和疯子死无全尸！别过来！操！怕什么怕？一个警报而已，还能真把你们全开了？怂什么？2个亿呀！你们还想不想要了？一夜暴富的机会就在你们眼前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上！快他妈上啊！唐先生，都怪一心拖拖连累了您。今天就算舍了这条命，一心就要送您出去。您快走。傻丫头，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算算时间，也差不多了。什么？喂，咋了？我这正忙着看好戏呢。你认真的？那外教把我给举报了，说我不但嫖了他，还他妈涉毒。宝贝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事，诈骗电话。喂，你说啥？我名下的卡涉嫌非法交易，全被银行冻结了，疯了吧你？难道？我赵家名下股票被人大量抄底，直接崩盘了。我林家旗下产业也被人搞了，我他妈成穷光蛋了。我孙家灰产被人举报了，我老婆说家门外全是便衣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
看吧，报应，这不就来了？干什么呢都？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唐先生，难道这些都是您？这么精彩的节目，一定要安安静静看到最后。不是，诸位这都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之间？吴管家，什么事？麻烦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什么叫都是真的？什么叫你已经在机场准备跑路出国了？喂，喂！你咋了？说话呀，魔怔了你！刚才吴管家打电话来，说咱名下产业遭到恶意狙击。就在刚才，我们郭家破产了。不可能！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咱郭家这么有钱，怎么会说破产就破产？妈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啊，你说！滚！你他妈问我，我去问谁去？不，假的！我他妈可是堂堂郭家大少，这肯定都是假的！郭家人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不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杜哥，杜哥，你说话呀！杜振，来电话了，怎么不接啊？姓杜的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我会怕你，简直搞笑！既然不怕，那为何不敢接呢？什么不敢？想唬我？你当我吓大的？接就接。喂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去了这么久还没搞定！小少稍安勿躁，点子扎手，请您再给我点时间。拖拖拉拉，速度点儿，别逼老子上来抽你！是。妈的，吓老子一跳！原来是萧少的电话。是吗？你怎么就能确定你能幸免于难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既已出手，你觉得我会单单饶过你吗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去你妈的装腔作势！肯定是你这贱人背后搞的鬼，对吧？你那点手段对付他们还行，对付我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还扯什么报应？真有报应怎么没落到我身上啊？来啊！杜哥，杜哥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你看内部群消息。什么玩意儿？紧急通知，予以开除。紧急通知，原华夏分部秘书长刘婉儿、原华夏分部总裁杜振二人因严重过失，现决定予以开除。杜哥，杜哥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啊？上面还说后续要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，这该怎么办啊，杜哥？不对，肖总收购了那么多股份，现在他才是大股东。除了大股东之外，谁有那个权利开除我们？对，是了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消息。蠢货！你他妈说什么？我说你蠢。萧晴龙股份的确很多，但谁告诉你，他的股份多到超过50%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大唐国际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位大股东，那就是控股达到60%，拥有绝对掌控权的那位创始人。就算是你说的是真的，但我们与那位创始人素未谋面，无冤无仇，他怎么会平白无故针对我们？是你，你就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创始人。唐先生早就告诉过你们，可惜你们不信啊。不，是真的。原来他从一开始说的都是真的。从林一心护着他开始，从他那么笃定的要开礼盒开始，我早应该想到的。若非他有大能耐，怎会在面对我们的威胁欺压时，
还这般有恃无恐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我们先前还骂他疯子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我先前居然那样对他。糟了，这下真糟了！杜哥，你还敢叫？刘婉儿，臭婊子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惹上这档子事儿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杜哥。你，妈的，滚！汤哥，啊不，董事长，您听我说。别急，待会儿有的事情，让你慢慢说。唐先生，误会啊，先前都是误会，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是啊，我们要知道你这等身份，说什么也不敢造次啊。都是那郭家煽风点火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我们也是受人蛊惑啊。唐先生，您就大发慈悲，放我们各大家族一马吧。方才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们说大发慈悲？唐先生没给过你们机会吗？是你们不知道珍惜。唐先生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给我孙家一条生路，您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赵家也愿意。唐先生若能不计前嫌，赵家为您当牛做马，我林家也一样。唐先生，求您饶了我们吧。恳请唐先生开恩。豪门世家，权贵精英，一边用着查取穷人血汗得来的财富，一边大搞阶级歧视，恃强凌弱，自以为高人一等，看不起劳苦大众。殊不知，在我眼里，你们连他们半个毛都比不上。不过是一群小人得志的畜畜罢了，这般品质，猪狗都不如。要我开恩，行啊，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只要你们能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交代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们各大家族一条活路。不知唐先生所说的交代，具体是指什么？你们是猪啊，不会自己想。我懂了，事态发展到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他们。对啊，都是因为郭家欺压唐先生，我们才会落得这个般田地。我看最好的交代，就是整死他们。你们想什么？干什么？他妈的，不是你们郭家一直咄咄逼人，才害得我们各大家族被殃及池鱼的吗？啊！尤其是你这尖酸刻薄的毒妇，最是该死！不错，你们之前看不起唐先生也就罢了，还一而再、而三的羞辱，简直是处处不如。
现在居然还有脸活在这世上！我要是你们，趁早死了算了。诸位，还等什么？喂，干什么？喂！我警告你们，千万别乱来啊！要怪，就怪你们郭家有眼无珠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。现在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，你们郭家万死难辞！动手！一起上，先弄死这帮郭家人！郭家人！该咎由自取。唐娇娇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向你爸求求情啊！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，那我就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娇娇，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收养你吗？难道因为您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才看中了我吗？你错了，我身体从没出过什么大毛病。那是为什么？我之所以选择收养你，是因为你的亲生父亲。我爸？是啊，我们曾一起奋斗，吃着盒饭，住着出租屋，干着最累的活，却拿着只能勉强糊口的工资。他总跟我说，自己也要做人上人，再也不想过这种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。后来，我们的确都出头了，都有了自己的企业。可是结果呢？他不断向上爬，最后死在了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上。有钱的时候身边都是朋友，人死了，连个后事都没人操办，多么可悲！他曾跟我开玩笑说，如果哪天他不在了，请我一定要照顾好他的家人。我答应了他，所以我收养了你。正所谓托妻献子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亲生女儿对待。可你呢？我要是知道你这么有本事，我何必要费尽心思巴结郭家？我不理解，为什么你这么有钱，还要带着我过苦日子？苦日子？你扪心自问，这么多年，我可曾亏待过你半分？你要什么我没给过你？难道就因为过不了有钱人的生活，你就能不顾养育之恩，把我当作仇人一样对待？直到现在，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对你已经失望透顶了。不，爸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都是因为他们，对不对？只要您一句话，我立马跟他们划清界限。唐娇娇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能在这时候弃我们于不顾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我郭家明媒正娶的未来儿媳。儿媳？你们有把我当儿媳吗？我还没进你郭家门，就被你这个恶毒的贱人欺压打码。就因为出身寒微，在你们家地位连佣人都不如。现在我知道我爸这么有本事，你觉得我还会看得上你们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早就想打你了，不要脸的死八婆！娇娇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还有你，一副痨病鬼的模样，又蠢又渣。之前要不是看你们郭家有钱，你以为我看得上你？
下头难。爸，您看到了吗？我现在知道错了。爸，您听我说呀，我从没有忘记过，是您把我带回家，是您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是您供我吃供我穿，还送我出国留学。这20多年的养育之恩，我没忘，我真的没忘。爸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说够了。你的事，等会儿自有交代。现在有别的事。别的事？杜震。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吗？老爷放心，都办妥了。还有多久到郭家？马上就到，老爷您别着急。别着急，天都塌了，你叫我别着急？老爷，阿福不明白，给您打电话的唐先生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根本就不懂事情的严重性。我萧家能走到今天，全仰仗唐先生的扶持。人家权势之大，一句话就能决定我萧家的生死。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了。乾隆那兔崽子呢？我让你通知他立马回家，他到家了没？不知道啊，少爷的电话关机了，打不通。什么？开快点儿，赶紧！糟了，这兔崽子可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啊！啊！杜震，老子等你等的手机都没电了，还没搞定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啊？什么情况这是？小少，您可算是来了。啊！大唐国际创始人唐耀，他还扬言要我爹滚过来赔礼道歉。小少，要小心点儿，这人不简单。我可去你妈的吧！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！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！萧乾隆，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跟谁说话呢？臭婊子，老子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转让协议为什么不签？老子给你脸给多了是吧？萧乾隆是吧？你爹难道没教过你尊师重道，和长辈说话要客气吗？不是，你算老几，也配让老子客气？论辈分，我算你大爷！操，你再骂！萧少，冷静，冷静啊！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大唐国际现在你说了算什么？我问你，那转让协议签还是不签？我们为什么要签？因为老子是萧家的萧乾隆，老子叫你们签，你们就必须得签。作为你的长辈，我有必要教育教育你，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，都应该堂堂正正，而不是巧取豪夺、威逼利诱。哎呦我操，还教育起我来了，有种！在华国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老子说话的。现在见到了，如何呢？我说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自己的处境啊？你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能连人带公司全给你灭了？你说话就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。我要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，连跟我对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哎呦我操，好大的口气！我请问呢，你是哪座山上的大神？这么神通广大，还看我爸的面子？他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就这么个垃圾，老子会惹不起？华国
还没有老子惹不起的存在。够了！我劝你说话小心，再敢出言不逊，到头了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还恐吓起我来了？看你这穷酸样，肯定是什么贫民窟蹦跶出来的吧？我的确是草根起家，但怎么出身寒边，也比你这二世祖要强。你跟我比，知道你跟我的差距有多大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你说说呗。这么说吧，你这种底层的下等人，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，不过是我们唾手可得的玩具。你们忙碌一生贡献的价值，甚至都不如我指缝抠出来的那点泥。人生就像起跑线，你抵达不了的终点，离我的起点都差上10万8千里。他妈拿什么跟我比？萧乾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？我的实力，你可把握不住。哎呦我操！你创立了个大唐国际，就觉得自己很牛逼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在真正的有钱人面前，你他妈都不是蝼蚁罢了。是萧家给你的底气，你以为有钱自己就高人一等？不，你误会了。我出生就站在金字塔尖儿，而你这种人，祖祖辈辈都是卖命干苦力的奴隶，走了狗屎运，侥幸当了个暴发户，你就敢蹦跶出来跟老子叫板了？别妄想挑战你头顶上的天，塌下来你扛不住。下等人就要有下等人的觉悟，当狗呢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好好当，夹起尾巴，把头低下做人，懂吗？啊！王八蛋，松开，给我松开！啊！萧振廷多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生出了你这么个没脑子的小畜生？你也配提我爸的名讳？我爸要是在，你他妈早就死了！是吗？你信不信？不用我出手，待会儿你爹来了，就会巴不得整死你。老子不信！求求你他妈放开我！好啊！老不死的，敢伤老子！住手！住手！爸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，这狗东西……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？我他妈恨不得当场掐死你！给我把东西放下！我叫你把东西放下！爸，你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你刚刚骂谁狗东西呢？他呀！你才是狗东西，畜生东西！立马给人家跪下！让我给这废物跪？爸，你疯了吗？我不跪！我叫你跪！我叫你跪！我叫你他妈跪啊！够了！爸，你少爷，你消停会儿吧。难道很意外吗？我早同你讲过，现在你相信了吗？唐先生，犬子年幼，不明是非，我愿以命抵过，恳请唐先生放我萧家一条生路。行了，做错事儿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都是成年人，要学会自己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多的话我就不说了，该怎么处理，
你心里有数。阿福，老爷我在。将逆子萧乾隆所有财产收回，即日起永久逐出萧家。爸，不要啊，爸！阿福，带下去吧。至于你们，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他人。从今天起，滚出上城，我便不再追究后续。谢唐先生开恩。爸，你喊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爸，不必堂前尽孝，断绝父女关系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你选的，不是吗？骑马找马，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可笑了。你本可以拥有一切的。